這是一杯400毫升的自来水，價格不到2毛錢；這是一瓶550毫升的礦泉水，價格2塊錢；這是一杯160克的冰杯，價格卻要3塊5。可同樣都是水做的，冰杯为什么能卖这麼貴呢？夏天到了，在便利店買一杯冰杯成了不少年輕人的標配。把飲料倒進冰杯裡，感覺整個人都精神了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一杯160克的冰杯賣到3塊5，而一瓶500毫升的農夫山泉才2塊錢？也就是說，冰杯按斤算的話，比礦泉水貴了差不多5倍。更誇張的是，山姆超市裡賣的2公斤裝冰塊居然要22.8元，還經常搶不到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有人說，這不就是智商稅嗎？去便利店買個冰杯，回家自己拿個杯子接水放冰箱裡凍一晚上，成本幾乎為0。這麼想好像也沒毛病，但別急，今天咱們就來扒一扒這小小冰杯背後到底藏着什麼秘密。首先，咱們得搞清楚一個概念，冰杯真的不等於一杯冰。中国冰业協會的專家專門解釋過這個問題。用家裡的冰箱凍出來的冰塊，表面經常有白色的粉末，那是雜質沉澱，而且容易有異味。因為冰箱裡可能還放着剩菜剩飯。但專業的冰杯生產工藝都是非常講究的。首先，水得用經過反滲透技術處理過的純淨水，還得消毒殺菌，確保喝起來沒有任何異味。然後就是冷凍，用的是流水緩凍技術，在-8度到-10度的環境裡，慢慢凍上48到72個小時。這麼慢速凍出來的冰，結構特別致密，晶瑩剔透，融化速度比普通冰塊慢20%以上。這還沒完，最貴的其實不是水，而是那個杯子。你看着是個普通塑料杯，但它要能耐得住-18度的低溫，還要抗摔、抗運輸、擠壓，冷凍之後不能釋放有害物質。這種食品級的抗凍材料很多還得靠進口，成本比普通塑料瓶高出一大截。有制冰廠老板算過一筆賬，一個冰杯的包材成本就要7毛錢，佔了總成本的65%，水的成本反而只有3毛5分錢。你看，這根本就是個買杯子送冰的故事。當然，成本只是冰山一角，一杯冰從工廠到你手裡，這中間的過程才是最複雜的。制冰廠辛辛苦苦做出來，出廠價也就1塊錢左右。你別看網上說冰杯市場有600億，制冰廠老板們其實是在賺辛苦錢，單杯利潤只有可憐的1毛錢，甚至還不到。所以工厂必須拼命跑量，像冰利達這樣的頭部企業，一天要產200噸冰才夠賣。真正的利潤大頭在流通環節，這一杯冰從工廠出來，要經過經銷商、批發商，最後才到便利店，每個環節都得賺錢吧？再加上全程冷鏈運輸，運費是普通貨物的3到4倍。最後你花3到6塊錢買下來的時候，便利店的毛利率高達40%到70%。所以你多花的錢其實是為下樓就能買到的便利性買單。那蜜雪冰城怎麼就能賣1塊錢呢？他們不虧本嗎？其實蜜雪冰城的1元冰杯簡直就是商業教科書級別的操作。你想啊，大熱天你走進蜜雪冰城，本來只想買個1塊錢的冰杯，店員問你要不要加個2塊錢的檸檬片，或者來杯4塊錢的檸檬水對着喝。數據顯示，買了1元冰杯的顧客裡，有35%的人會忍不住加購其他東西，最後的客單價能輕鬆超過20元。這哪是在賣冰啊，這是在用冰做誘餌釣大魚。所以傳統便利店賣的是便利，而奶茶店賣的是鈎子。當然還有一種更貴的，比如農夫山泉那種4.4元一杯的冰杯，甚至山姆22.8元一大袋的冰塊，這裡面加的就不只是冰了，還有品牌溢價。農夫山泉跟你講水源地，講天然水，讓你覺得這冰是用好水做的，喝着放心。而且他們的大包裝冰在高端超市裡就是專門賣給那些追求生活品質，在家開派對的中產家庭的。對他們來說，花20多塊錢買個方便和格調不算什麼。所以你看，你買的不是冰，你買的是一種及時滿足的快樂，一種不洗杯子、不花時間冷凍的懶人特權，甚至是一種社交的入場券。当然，也有很多人覺得這不值，一杯瑞幸生椰拿鐵要10幾塊，但買一杯3塊錢的冰杯，再對上便利店買的厚椰乳和咖啡液，成本不到10塊錢，味道也8、9不離10。所以別再糾結冰杯是不是智商稅了。在這個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，我們買的早就不僅僅是商品本身，更是它背後的便利、體驗和社交價值。一杯冰折射出的是我們每個人不同的生活態度和消費觀念。下次再買冰杯的時候，大大方方的買，然後大大方方的享受那份叮叮當當的快樂就好。畢竟炎炎夏日能讓自己開心，這錢就沒白花。